聊天呢是两个人在一起交往最多的一种沟通方式。当时喜欢小钟呢，这是一个很会聊天的脸臭心机大师。那我呢，就因为会聊天，就收获了甜美的爱情，步步高升的工作。曾经有朋友说我可以跟路边的野狗都成为朋友。我追你是野狗以上恋人未满。雷可以叫一声我听听吗？毕竟还是有很多朋友觉得聊天很困难，根本就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所以我们还是复盘一下吧。复盘一下吧。那点个赞，再往下看，对我们比较好。聊天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先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对，有一些朋友啊，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他语言都突然卡 bug， 你在说什么？我得回什么呀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小学语文老师教过。怎么解决的？提炼中心思想。在人生这题，如果你做不好的话，就很容易变成糊弄学大师啊，敷衍高手。我的痘痘好像变小了，小了好啊，我吃的面今天吃面好啊，我还是吃的米，吃米好啊。就是人家告诉你我的痘痘好像变小了，你就应该说什么？是用什么办法让痘痘变小的嘞？那当时露露在追小钟的时候，是怎么让他从好朋友一步一步有好感的呢？实战案例来了。我车迷路了还没到，我在外面热化了。OK， 提炼中心思想的场景是什么？我在外面叫的车还没有到。那么小钟在快车迟到情况下，明知我无法解决，还依然告诉我，那他想要的是什么呢？是陪伴，让他更好的度过这段痛苦的时间。那么火速语音打过去，陪就完了。觉得你可能了了，就是我特别喜欢话痨，而且我喜欢不冷场的那种聊天，大家一来一回的拉扯，就让我觉得这个聊天就会非常的爽，很清晰。那再有一天呢，突然间上班时候接连收到美女发来照片，看我精致吃东西，啥意思啊？看我似的女人，怎么回？一般同学都知道花嘛，怎么说呢？您最美。这居然是没 P 的原图，我自己都不敢信。我们女生嘛，那个图如果不好看，那能发？所以夸嘛。甚至聊天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都不用太细看。之前网上流传的一个考试绝学，就是当你阅读理解特别差的时候，你把里面所有的动词全部改成整。一战前，英国已经整起了环境制，妇女们整起了一个横幅，在白宫门口整起了抗议。整挺好啊，整挺好。简单的话，你就是说些好话，那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吃面好啊。这个话的问题在于你连个夸人的点都没有，你夸的是面和米呀，夸没错，你得夸到人身上。那第二节呢，就是当面聊天了。当面聊天其实不太注重特别多的技巧啊，容易让你分神。它注重的是你这个人的状态，状态对了之后，不管你想表现出来是真诚，还是干练、温柔可爱，还是表达我很懂你，都可以。因为大部分人玩游戏都是状态流。那一直以来，小钟都无惧跟任何人沟通。之前工作的时候，老板都会带他见投资人的那种，这种场合啊，我听的我都毛。你跟领导说话，你都发抖。那你有什么技巧？分3个点哈。第一个呢，我之前讲过眼神的交流，但是眼神接触就不能很死板，对吧？你死盯着人家，人害不害怕呀？所以要点就是3个点，1、2、3，交换着看。哎，你要是有菜，你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很真诚，就是眼光是灵动的，让他会感觉到你在尊重他说的话。把手给我摁住，不要去。那把手摁住之后呢，你的肢体要干嘛？舒展，把这儿给我打开，千万不要把这个身体缩起来，脖子也缩着，别人就很难跟你打开心扉的去聊天。动物的本能呢，就是肚皮都是弱点，当你把弱点都藏起来了，说明你在有所保留，说明你没有打开自己去接受对方的意见。愿意把肚皮给你摸摸的小猫咪，都会比较愿意跟他亲近嘛。对，人也是一样的。当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这个样子把你的手心藏起来，也同样会让人觉得你的防御性非常的强。有道理。那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迅速拉近你们关系的小方法，就是肢体接触。很多朋友不敢迈出这一步，那咱们就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就是递东西。比如说出去吃饭哈，你可以把餐具递给他，然后上的菜往他面前靠一下，或者是呢，比如说你们想去吃一个好吃的餐厅，那你就打开大众点评，就把手机递给他，你们2个就有了这种一来一回的这种间接的接触啊。你想想我当时，我是不是给你可多东西了？那熟的朋友就非常简单啦，你可以拍肩膀拍后背，随便找一个是可以庆祝的，就是 high five。4吧，4。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你要用这个办法的时候，不能只对领导一个人用，你要对在场所有人都用。但是你可以先对领导用，这样就大家都很舒服，很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到第3节，糊弄学大师。其实糊弄学，我觉得它是存在即合理。对，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要倾注在一个人身上，势必要舍弃一些无效社交。大家不知道，露露说情话也很厉害，那是因为小钟要加班，我就一个人去街上走，去当盖利乌子啊。现在商场好奇怪啊，明明地砖是平的，
但是人却不自觉地往一边靠。明明一张桌子有2把椅子，但我却老背着书包，好像会有一个人过来坐下说他想吃冰淇淋。明明看电影的时候左边是一个陌生人，但却一直想转过去看他，好奇怪啊！情话永远没有模板，它就是要表达你当下的心情，就会最甜。当然了，有灵感的时候，我就能说的小鹿乱撞。我们要灵感的话，肯定对于其他朋友的一些唠嗑就可以稍微糊弄一点，避免产生负能量扣分的一个情况，也避免让别人对你产生误解。就会有一些很不错的方式啊，比如说故意打错字，然后再纠正一下啊，有道理。然后会觉得你还蛮用心在这个，所以我一直都坚持着不打错别字。我也是，有错别字就把锅甩给叔父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任何一个人给你发消息，他就想要得到你的回复，不然我闲的呀。那你回都回了，肯定要回到点上，要给别人一个情绪，接着说说你的看法以及你的感受。比如说小钟给我发来了他亲手做的菜，天哪，绝子一定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感叹我的看法以及我的感受。还有比如说他跟我骂老板，这什么人啊？别人应该也很讨厌他吧？就你后面这个感受呢，尽可能的引发别人多说2句话，他继续往下说了，你就有时间闲下来。回复的时候要给自己留一个话口。所以最万能的句子就是天哪，居然这样，那后面怎么办？我最近黑眼圈好严重哦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之后怎么办？最近我老公老惹我生气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之后怎么办？他肯定会往下说的，对不对？救命！我最近胖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之后怎么办？你们不会不给3连吧？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之后怎么办？很好用，对不对？虽然很好用，但是呢，它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也是怕给对方带来伤害。对，有时候倾诉出来就舒服了，就算是只言片语，好过沉默你不回复。啊，他不说话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之后还有人不会聊天，那之后怎么办啊？你学会了吗？米奇妙妙屋真妙呀！稳定一下啊，第4节我们要讲真正有用的东西了啊。刚刚那个是自我保护，现在我们要主动一点，在恋爱中的实战。糊弄完那些不重要的人呢，就要把真心给你爱的那个人了。Yeah， 也是对自己的精力的一种保护哈，资源的合理利用啊。那我们分几个场景啊，女生发照片过来的情况，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发带妆照片应该怎么回了。夸嘛，但是这一张小钟他发过来的是一张什么？他睡觉前拍的素颜呀，掉一直发啊？没有啊，我这有如夸你美，他就会问我，那是我素颜好看还是化妆好看？哎呀，这沟就越咬越深了。那你觉得我素颜好看还是化妆好看？都好看。你素颜好看是你一直以来的样子，我很喜欢。你化妆好看是你当下想要展现的样子，我也很喜欢。因为我喜欢的是你的心态。因为有太多你可以夸她好看的机会了。您为什么会有我心上人照片？和那手好肉麻，好恶心啊！你看，跟苏芒合影了，大佬。怎么回？不能光夸好看吧？啊，老婆真美，和时尚老总合影都不带虚的。我虚，我才虚。就你太会赢了，我当时就觉得你是不是在套路我？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这么会说话的人。对，不同状态你真的夸法要不一样。这以后是光是发照片，我就可以单独出一期视频。想看的还不赶紧一键3连？他想去吃火锅，我突然不想去的时候，我今天穿的白衣服，那他都非得说出我给你洗，那就去吧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真的很想去了。说再多，其实我们记住一个核心的点，就是和对面这个人产生联系，千万不要他说什么事儿你就聊那个事儿，你一定要说他呀。你看为什么我对现在的女同事都这么好？因为这是你的朋友。我善待他们，是因为我在意他是你的朋友。对，他跟我也是这样。你看，发个猫片儿，格格躺在你的位置上，要跟我产生联系。嗨，我可是你的老师。你心里面也要想着他。有的人跟他抱怨别人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，那就特别理智啊，就这个时候就是公平公正啦。你看你做了什么，他做了什么，那是你人家这么对你，是不是你自己也有原因？要的是你的公平公正嘛？收起你的福尔摩斯。我要的就是你跟我站在一个阵营上面。还有以前小钟教我的跟父母相处的方式，我爸收到衣服以后特别开心，我就要第一时间跟他说，因为是他教我的一些方法。都是他带给我的。你当时有你真好，是吗？对，聊天你心里面有对方，就会自然而然带出来的，这是骗不了人。就是你心里时刻有对方，你说的话呀，就不自觉的就带着对方了。所以说，所谓的高情商聊天，就是合理分配精力，糊弄一般朋友，真心对你爱的人的一个结果。对。这一期你学会了吗？那所谓的高情商看视频的方法就是借点赞。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周周，露露，哒，OK，巧。
我会说话真的是小钟影响我，那你会说话是怎么来的呢？不是之前被校园暴力吗？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，在反思过去的自己，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很会说话，而导致别人对我容易有误解，所以我就会特别注意说话的方式，还有我表达的感觉。我是从他们的反面例子上学到哈，就是你那么不在意别人的感受，你就会伤害别人。那你在相处的时候就要更在意对方的感受，让对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能舒服愉快啊，那也是带给你成。对啊，但是我不感谢他们，关你屁事。就是。